宁小姐，看着你面很熟啊。他是，我是警察，是后娘们儿，你他妈阴我！3天前的行动不公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如果你执意要破坏这次交易的话，下次我向你开枪，你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现在专案组知道了，也在往这儿赶呢。你先隐蔽好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跟这种人做生意，我恐怕你活不到成交的那一天。你的定金得给我留下。你还不明白你自己惹的是什么人吗？大不了一起鱼死网破。跟哪波？你跟老关他们。公安再不人道，也不至于派个孕妇来跟踪吧？我留来等市局的增援。哎，周巡。谁想到你也在这儿？你他妈也没想到要让我拿枪指着这一天吧？你混蛋！你是不是嫌我活得太长了？三哥，关队长，你今天来的目的，让我不能不怀疑。宁小姐，杀了他！三哥，别走！孟仲谋和那2个替死鬼被发现是迟早的事儿，所以越快交易，就越能让我们提早的离开这个是非。李飞已经成功打入孟仲谋集团的内部，并且能通过一些手段促成孟仲谋和新宇的交易，只是现在还无从得知他们所在的位置。我前面有2、3辆车，都是金山的人，他们跟着一辆丰田越野车，里面坐的应该是这批军火的买家。我后面跟着叶方舟，叶方舟后面跟着咱们的刘副队长。叶方舟为什么要跟着你啊？叶方舟关心这批武器，肯定有他的原因，不是源头就是出口。那是周巡吧？他怎么会在这？这个简单，直接问他就好了。喂，我今天买东西的时候看见你了。河西口配件，他们已经是瓮中捉鳖了。操！就干！上！你怎么样？没事，金山抢救的。我的枪炸膛了。专案小组已经遭到了渗透。渗透。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支队了？哎，佳音提到的那个情报掮客，黑白两道都很关注。我从季节的通讯录里查到一个长春的座机电话。哎，老板，乔森在吗？我想季节背后的买家不出意外啊，就是他提供的。找到乔森了？他不在佳音说的那个地点。酒馆的老板说要找乔森，得去后三家。躲开！躲开！乔森到底在不在后三家？他就不在，你能咋的？有人吗？乔森，他多长时间没来了？得有个个把礼拜了吧？我要是再晚来点儿，您就冻成冰雕了。哎呀，关先生出去了，什么时候？有一阵儿了。后三家子。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不能凭空就消失了吧？自打他干刑警以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春，除非有什么相好的陪着他去。不可能，我查过他的房间，只有他一个人入住。他人呢？黄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陷害你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打火机？是平阳馆的一次性打火机。平阳馆，好一家。我就是来找乔森的。你前2天在哪儿看见乔森来着？啊，就是那个红街那边。等咱搭上车就踏实了。是吗？你先回酒店歇着。刘长勇不是来了吗？我去会会他。老板，乔森在吗？他不在。哦。咋的？你跟这个脸上带疤的那个一伙的？是，也不是。说得来呢就唠唠，说不来我就喝我的小酒。哎，嘿，这上岁数的是比这年轻人的讲究啊。
那老乔啊，在我们家呀，喝了20多年酒了。那时候还是我们家老爷子管店呢。老乔那时候啊，刚离婚，穷困潦倒，身上啥没有啊。我们家老爷子经常赊他酒喝，在我们这儿喝酒的都是下酒油，啥能耐没有。哎，有一样专门打听四面八方的小道消息，这老乔能耐。 人家就知道这帮酒鬼谁说的对，谁说的错，谁的真，谁的假。再往后来呀，大家伙就发现，这老乔的消息非常准确。哎，就老多人啊都上他那打听消息去，在他那打听那玩意儿啊，准证。从开始啊6钱，再往后6块。 8块9钱，再往后，一条消息上万，老乔就这么起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呀，就仗了他这点能耐，把这小店一直维持到现在。这按理说啊，受到你家2代人的照顾，他每笔买卖。 不该给你提成吗？我得意老乔这样的人，知道吧？他讲究，他是啥？光卖消息，不管别的事儿，那啥也得讲究吧？我是光卖酒，不管那消息的事儿。嘿，你不知道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给你们这类人讲故事，那就说不准卖出去多少缸酒了。他多长时间没来了？哎呀！ 这可有个把礼拜了吧？老乔是这样的，他要是没病天天来，哎，有病那真来不了了。不过这回啊，这回病逝时间长，好像，我还打算找个日子把这店停了，看看他去。你知道他家？老乔住的地方，所有人都知道。陶家窝嘛，长青砖厂边上啊，有个小二楼。 上了2楼，第1个屋就是。像他这样身份的人，人人皆知他住在什么地方，不会有危险吧？你放100个心吧，我告诉你，多少人都指着老乔的消息活着呢，整老乔。我告诉你，黑道上都有话，谁要敢整老乔，就是跟东3省过不去。 有人吗？乔森，乔森，
怎么着？醒了？你也真行，这一点伤没受，跟外边躺着干什么呀？我要是再晚来点儿，您就冻成冰雕了。这大冷天的，哎呦，哎呀，这车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这前轮的半轴啊都已经折了，肯定是开不了了。这个防冻液也漏得差不多了，发动机估计能启动多长时间也不好说。这地方呢，手机也没什么信号。你看是咱俩趁着天黑前一块往外走呢，还是你在这等着我出去找救援？啊！出事以前，周迅给我来了个电话，断断续续没听太清楚，但我印象好像是说刘长勇也过来了。刘长勇他来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没说完电话就断了，然后就出事了。如果刘长勇来长春的话，他肯定会想办法联系我。咱们还得趁天黑赶回去。至于那后三家子，哎，后三家子这事儿你就别想了，那纯粹就是酒铺老板为了支开你瞎编的。那怎么办？这荒山野岭的，手机也没信号，咱们天黑前能出去吧？那就更得抓紧了。再有几个小时天就黑了，你这身体行吗？走。你在哪儿呢？长春，关队下榻的酒店。你俩在一块儿呢？我还没见到他呢，不过我走访过乔森的事儿，他常去的小酒铺，那个老板说他一周都没见面了。我也去过他家，都不在。你这人啊，非要做无用功，这下踏实了吧？我总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啊。我等关队回来，跟他商量商量。啊，对了。我怎么给关队打电话，他一直不在服务区啊？人家没准去会老相好了，就你仨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，你管老关干嘛去了呢？完事早点回来吧，啊！我哟，还是那位姓关的客人的事儿，你们帮他查询的是哪家出租公司啊？我再帮您查一下吧。干刑侦这么多年，这全国上下都跑遍了。你还别说，我这还真是第一次来长春。我记得咱爸应该是48年在长春出生的吧？对啊。你不知道这个关很像是满姓吗？嗨，你不早说，我早知道的话，高考那会儿多加点分，也不至于后来去武警啊。哼，咱爸走之前还特意叮嘱过我，让我有时间就回来看看。我也真是，你呀，已经算够孝顺的了。哎，咱爸10年前病重那会儿，一直都是你在支撑这个家，只是咱俩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也是啊，这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哥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当爹了，你还是一老光棍呢。哎，
这老乔，就是有什么事儿出去，他也不能把这个小庄扔家呀。小庄？啊，好像是他儿子的名儿吧？哎呀，这可有些年了，这从来都是啊，同吃，同睡，从不离身边。那他每次外出，都把小庄带在身上？是啊，每次都是。啊，有个老太太跟他买那个消息，给不起钱，就把这对鸟给他了。其中有一只啊，没过2天，嘎死了。这老乔就把剩下这只啊，这叫精心照顾啊，走哪儿带哪儿啊，形影不离。不是他们家前前后后，你都去了，都看了，啊？会不会是那个？我看过，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。他那个门呢，根本就没锁，根本就用不了什么暴力行为，轻易就可以破门而入。啊，对了，既然众所周知他开口值万金的话，怎么会住那个地方？哼，那你咋不问问他那么趁钱，干啥非得到我这儿来喝酒啊？啊？老乔这人重情义，做人也讲究。哎，头些年他媳妇儿带着他孩子去加拿大了，他是年年往那儿邮那个抚养费啊，没落过。他自己没啥开销。李半天啊，你帮我照看一他，啊，叫小庄对吧？哎，我只收酒钱，先押柜上吧，我会回来了。我说你为啥急着要找他呀？老乔不一定知道你要问的那事儿。哎呀，也许吧。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但是你肯定还会去找他。对呀，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不能凭空就消失了吧？哎呀，每年入冬一场大雪呀，总是有些人呐就没影了。但是到了开春儿，有的就会自己走出来，这是找着的。可是还有找不着的。真要是那样的话，谁都没办法。你说就像这个东西，在某个地方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我想呢，趁这个机会帮一帮。哎，哥，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你要不去周边找点树杈回来？咱俩今天晚上只能在这将就一宿了，啊！哎，对了，给，把这锯带上。要是碰上狼，千万别慌啊，盯着他眼神别躲，也千万别转身就跑。哎，这个东西，它能，那是让你锯树杈的，打狼不好使。放心吧，没那么邪乎。那狼要碰上咱们，他也得想，咱们属于那种庞然大物的不速之客，知道吗？啊，谁怕谁不一定呢。赶紧去吧。哎，对了，那我要走了，就剩你一个人，这万一要碰上狼怎么办？那不就等于咱哥俩今天晚上有肉吃了吗？这么多可真是违反规定啊！白头，你千万想着把介绍信给我补回来。放心吧。这个乔森每个月会往一个境外账户转几万块钱。是的。对方账号是哪的？蒙哥华。还有这个，1周前这一下就转了200多万。是。我要看一下监控。好。啊，刘警官，当天就是他办了那笔业务。
那这个人来办业务那天，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表现吗？没有，因为当时的数额比较大，又是境外的跨行转账，可能办理的时间又有点久了，客人有点不耐烦。我记得当时他吃了2块外面的免费水果糖，又喝了1杯水。啊，对了，走的时候还不小心把一个一直摆弄在手上的打火机遗漏在窗口了。打火机？嗯。那现在这个打火机在哪？按规定交给业务经理了。虽然是一次性的打火机，但我们有规定，客人遗失的物品都由业务经理保管。虽然是这种小东西，但一般不会有人再来找了吧？就这个打火机吗？对，是平阳馆的一次性打火机，我印象还挺深的。不过客户一次性办理了200万的转账，有能力去平阳馆这种地方消费，也是很正常的。平阳馆，哦，是餐饮吗？算是高档会所吗？长春1年多以前开了一家，不过我没去过，听说消费不低，而且都是会员制。把这个打火机给我找出来。好的，刘警官。真没想到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竟然变成了一个废物。哈哈，这儿1没逃犯，2为命案，也没有你发挥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说哥呀，别多想了啊！等扛过今天晚上，到了明天，哎呀，就有热腾腾的酸菜白肉锅子等着咱们了啊！别忘了，刘长勇也来了。嗨。你管他呢！我跟你说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等咱们进了城，自然就有应对的方法。如果没有我这个累赘，你就不用陪着我今天晚上在这受这个罪。哥，这都1年了，说不好咱俩谁是谁的累赘。哎，2块巧克力。哎，你那块是不是比我的大呀？你自己觉得你怪谁啊？啊？好吧，好吧。刚才我问过他了，他也查了一下，这个乔森，既不是这里的会员，也没有人对他经常来过留有印象。你知道乔森？乔老狗嘛，都认识他，就是个情报贩子。不过这个人做事比较讲原则，为人也还算厚道，没有掺和过什么犯法的事。这个人呢，已经失踪好几天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没事。我没发现啊，他被什么人绑架，或者加害的迹象。我想找他打听点事儿，却没找到他，连他常去的小酒馆子和家里也都没人。不算什么稀奇，像他这类人，经常说没就没，等到大家忘得差不多少的时候，指望他自己就蹦出来了。再说他真是失踪了，家属肯定会来报案的。他好像没有什么亲人呢，他唯一的儿子现在已经在国外。那也没得出国去看儿子去了。这样，老队长，实在不行呢，你就留个联系方式，什么时候他在这边露头了，我通知你。啊，对了，能把这里的会员册拿我看看吗？好吧。应该说看不见。看看就得了，人家可说了，要保护客户的隐私，别拍照。
这人你有印象没有？没有印象。哥，你到里边躺会儿去吧，别扛着了，里边暖和，我在这盯着就行了啊。那怎么行？你总不能一宿不睡啊？哎呀，我一宿不睡没关系的，关键是这火不能灭呀。万一灭了，你这个黑暗恐惧症一爆发，那我上哪儿喊救命去啊？啊？哎，对了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说你睡觉一闭眼不也是黑咕隆咚的吗？这恐惧症不会爆发吗？闭上眼睛也是可以感受到光的存在的，哈哈。对了，你都是快要当爹的人了，那孩子预产期知道了吗？还有1个月吧。男孩女孩，咱也没给医生塞红包，我哪知道啊？不过无所谓了，这男孩呢是建设银行，女孩是招商银行，只要是银行我都爱。名字想好了吗？也没呢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家是不是应该是按字排辈儿啊？哎，我记得咱爹那会儿说，应该是什么来着？啊，广图洪涛。哦，广图洪涛，那就应该是涛嘛。涛，哎，关饕餮，怎么样？这不是一个字儿，啊，不是一个字儿啊。那要不这事儿你来得了啊？哪有自己孩子起名字让别人来的？反正是咱们官家的后代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那不是也是你的孩子吗？别胡说八道！嗨，咱俩是双棒，从 DNA 等位基因的相似度上肯定是超过90%以上的。就算真的做亲子鉴定，也分不出你我来。哦，对了，哥，有句话我得先跟你说一声，万一呢，周巡真把我给抓着了，你可得帮我好好照顾小饕餮啊。黄宇，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陷害你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那你就更得帮我好好照顾小饕餮了。请。烦不烦啊？你给我说实话，官队这次到长春来，你说要见什么相好的，这是不是完球啊？别的我不知道，自打他干刑警以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春，除非有什么相好的陪着他去。不可能！我查过他的房间，很显然只有他一个人入住。他人呢？酒店人跟我说，官队向他们打听了附近有没有租车公司。他到长春讲学都是车接车送的，他想租车要去什么地方啊？行了，我知道。
我联系长春那边同事，让他们帮忙查一下吧。不用了，这边啊，敷衍你的可能性很大。我现在去租车公司。好，随时联系吧。只要有什么事儿，我马上过去。嗯。是刘长云打来的吧？这老小子什么都不明白，还到处下漏斗，实在是很讨厌。不用理他。这上面的名字，确定8九不离10吧。这上的人，全部都要铲除掉。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么大的一盘棋，你自己下得好吗？看我的造化吧！那你可千万要拿捏好，这要是砸了，我也罩不住你。对了，小关那边，你搞得定吗？放心吧，他没问题。既然说好了，天黑之前把车还回来了，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，你们就不着急？哎，老哥，租车这事儿哪有谱？再说了，我多租1天，我多收1天钱，去后三家那边没大路，本来就不好走，那时间耽误了，多正常。后三家子？对呀，他说他要去后三家子，还跟我打听道了呢。我师傅，这到后三家还有多远啊？远倒不远，就是道不好走啊，得1个点儿吧。1个点儿？哎呀，师傅能快点吗？回来了，这家伙还冻的，上炕上炕，哎，炕上暖和。赶紧赶紧，来，整一口整。哎，这家伙看你在外边是冻一宿啊！哎，没想到，天到你们北方，我们这冷到这种程度。找着他没有啊？找到一个，你们这地方叫平阳馆的线索就断了。哎，我知道那儿啊，这家伙你查的够深了，外地人一般不知道。外地人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要自己？你自己？没人告诉你，你上哪儿找去？你自己呀？喂，平阳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早啊。是这样，我是咱们的会员。是今天跟几个朋友啊谈起咱们这地方，都说挺好的。他们呢，还让我打听一下，办会员卡。对。啊，必须是老会员介绍的才可以是吧？我想问一下啊，咱们这会员卡的序号是自己选呢，还是？啊，是按顺序啊。好，谢谢啊。
一家。咋的？你认识好哥呀？你知道他吗？好哥是外地人呢，老有钱了。他好像是沈阳那嘎达，头些年上我们这儿来办矿，一下子发了。这说起来好像是去年，他也到这儿买过老乔的消息。那到哪能找到他？哎呀，这……哎，哥，咱得加把劲儿。今天要再走不出去，看来我就得冒险去找只狼给咱俩吃了啊！狼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你不想罪上加罪吧？哼，虱子多了不怕咬啊！走，出发！前2年我在这儿拿了2个矿，咱这不是外来户吗？当地人不买账，说什么也不让开。后来听道上说有个叫乔森的，找什么人都可以问他，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小叶，说他很擅长摆这些事情。然后你就联系到他。对，这个姓叶的在金港，我把他接到这儿，一天好吃好喝的，跟他说清楚了我的情况。不过我看不上这个人。怎么讲？这小子心眼太多，做人不场面，说白了就是不对路呗。看不上归看不上，不过他的确有一套，在我这儿待了1、2天就走了，隔了1个礼拜，矿脉地头上挑事那拨人里，几个带头的据说都没了。那这个姓叶的，你跟他后来还有来往吗？没有。那他最近来过吗？就算来过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你非要找他，可以像当初我那样找乔森，更靠谱。我就是来找乔森的。他不就在那个小酒馆？对啊，他常去那个小酒铺啊。我去问过，不过这个人呢，能有1个多星期没有出现了。小道，你前2天在哪儿看见乔森来着？啊，就是那个红街那边，在那个湖西路口呢。我只看到一个背影，应该是他。你能把这个时间再说具体一点吗？不是3天前，就是4天前，晚上10点、11点吧。走吧，没钱是我这吃晚饭了呀？谁说没钱啊？不许谁家回头啊？走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走吧。我那什么玩意儿查错？你别理他了。去哪呀？小凤，你听着没有？走吧。认识这人吗？他这。哥呀，你别看你平时在支队威风八面的，到了这种环境，
还不是怂的出奇呀！啊，坚持一下啊！这已经到了公路了，我敢保证，肯定有车，啊！等咱搭上车就踏实了。哎，忍着点啊，坚持住！哎呀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哥？有车吧？来，哎，小心点。你行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啊，坚持一下啊！你听我跟你说，等一会儿进了城呢，你先回酒店歇着。刘长勇不是来了吗？我去会会他啊。等着啊。师傅，啊，师傅，停一下，师傅，啊，师傅，师傅，搭一下您车啊。好，上来吧。哎，谢谢啊。上来吧。哎，行了，啊，哎，你坐后边。行吧，哎，谢谢啊，师傅。哟，走。这要这么喝下去啊，压在柜上的钱恐怕就不够了。找着好哥了？他手下人说，3、4天前在红旗街那边见过乔森。红旗街？红旗街那边老乱了，老乔上那儿干啥去了？甭管他乱不乱的，好歹没一竿子给我支到后3家子。不是那小子吧，忒不讲究，那这人话也不会好好说啊。还有那天有好几个，那都是背了案子的，你看他那做派，那就跟公安似的。你这好几个都要偷家伙呀！我把他打发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是救他了。再说了，他后来吧，他这不来了吗？哟，走。这要这么喝下去啊，压在柜上的钱恐怕就不够了。找着好哥了？他手下人说，3、4天前在红旗街那边见过乔森。红旗街？红旗街那边老乱了，老乔上那儿干啥去了？甭管他乱不乱的，好歹没一竿子给我支到后3家子。不是那小子吧，忒不讲究，那这人话也不会好好说啊。还有那天有好几个，那都是背了案子的，你看他那做派，那就跟公安似的。你这好几个都要偷家伙呀！我把他打发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是救他了。再说了，他后来吧，他这不来了吗？老刘啊，你这大老远的跟着我跑到这儿，不会就是为了跟这老哥一块耍我吧？你甭跟我扣帽子啊！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借蒋学的机会来这查乔森，为什么不直说？直说，然后让你大刀阔斧的带人过来，还有人敢真的开口吗？不好说，但至少比你去后3家的那么远。你呀，还是不相信支队。
我那是不相信你。哎，你们二位真是公安呐？老板，来壶酒。哎，乔森这条线索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林佳音在殉职之前跟我提到过这个消息，你呢？我是顺着季节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号码查过来的。看来咱们都是查的这个小酒馆以后就断了线子。不，我去过他家，去过银行，还去过一家高级会所，以及洗浴度假村，而且我的线索没断。有人在红旗街见过乔森，我查到了一些线索。关队啊，是否感兴趣去一趟啊？麻药有效果了，你们俩看紧他，有什么意外情况马上到外面叫我。你的病人运气还不错，好多送到我这儿来的人都不如他。坐，你毕竟在救他们。如果说给他们打上一针70毫升的吗啡也算救的话，也算是。虽然我说不好你这么做是不是在救他们，但对他们来说，也许确实是他们心里想要的。你们为什么找他？一开始想找他了解一点事儿，现在来看，没必要了，就是想去看看他。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不能说没就没了吧？你们是公安，没错吧？这是我的证件，过去呢可以核实一下。你们看他，也不会让他变得更好。也许吧，你应该能理解啊。这人有时候吧，明明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，可是心里啊，总还是在想去做些什么。跟我来吧。他的眼睛，不光眼睛，连耳膜和舌头都。这一路上，他全凭着自己的直觉摸到我这里来，这简直就是个奇迹。不是说在东北，没人能把他。是啊，不管谁干的，不过他们确实没有伤害他的性命。
时间正好，抓紧时间回去收拾一下，还能赶上最后一趟去京港的飞机。关键刘队，车已经在门口了，咱们走吧。走，你们走吧。那好，先走了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帮我跟大哥解释一下。长春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查到这一步，但请大哥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补救，挽回局面。你帮我转告大哥，这次不管搞出多大动静来，我都会自己收拾干净的。别他妈跟我提这个，要不是他那套无厘头的执念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我告诉你，姓关的他必须死，怎么死不是死啊？行了，事后我自己跟大哥说。等下了高速，关老师，你想去哪儿？我送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支队的顾问了，你用警车来接我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关老师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刘队了呢。说到你父亲，我这次在长春终于能有机会跟他坐下来好好聊聊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不希望你干刑警，或者说一线刑警，是因为刑侦工作非常的危险，尤其是外勤这一块。可是，天下的父母其实都一样，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是一回事儿，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女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一生。也许刘长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但他毕竟是你的亲爹，是这个世间最牵挂你的那个人。这是他和您说的吗？对，从小酒铺子到机场的快餐厅，我们没少聊。你们居然还能在酒铺聊？他酒量很差的，您不会是把他搀回去的吧？他没怎么喝，我又从来不喝酒，就是聊聊。你知道的，我一喝酒就出洋相，所以戒了。那你有机会也劝劝他，把酒也戒了吧。喂，电子巡逻图显示你的车在机场高速。我让小陈去接老刘了，那么你接的就应该是老关吧？如果他在你边上，让他接个电话。关老师，周队找您。喂，哎，我说老关啊，电话都不接了啊？你这是就坡下驴啊？怎么着，真打算不干了？现在找我什么事儿？金山的案子已经结了，咱们的戏也该收场了。赶紧回来恢复顾问的身份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你去长春有什么收获？
分享分享呗。等见了面再说吧。也行，那我让小周直接把你送队里来。我还要去支队附近办个事儿，等办完了直接去找你吧。哎呦，那你得抓紧啊，天快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嗨，老刘好不容易能回来替我值个夜班，我可以回家睡个囫囵觉。反正你快点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先走了，一会儿回支队。好。坐。老皮钱是以前3个社的一批大买卖，但听说车祸的人给3个订回过，这批货不能往井盖卖。3个后来赶过来，也是为了让着我做这批货。知道当初把这批武器出给孟州魔的卖家是谁吗？不知道，喝酒的时候好像听3个念叨过几句。卖家是井盖的，好像是个警察。大家好，每天聊点育儿经，更新您的育儿观，解惑您的教育误区，用智慧成就幸福家庭。我是周正周老师，每一天。喂，我不知道。周巡急着见我倒不是问题，但我觉得他的口气有异样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咱们赶紧交接吧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就穿第4套衣服。哦，对了，行李我放在小周车上了，你记得赶紧拿。手机等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，你赶紧换衣服啊。走。关队，如果你们兄弟的身份要是曝光的话，我得提前告诉你，我做刑事辩护的收费可不低。如果真到了那个程度，我相信你有很多辩护以外的手段帮助我。我先拿这话当好话听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去长春调查的结果，你大概都了解了吧？和我有关吗？简单点说，随着调查渐渐的深入，叶方舟可能还有他身后的势力，一定有所察觉。事情到了这个局面，所有涉事的人员其实都存在人身安全隐患，我需要你的协助。新城前一段时间被抽调去保护的那个卧底探员，身手好像挺不错的。听说当初是你半个徒弟。他在剿灭金山犯罪团伙的时候牺牲了。我知道，别误会。我只是觉得他要是还活着，不是更适合协助你吗？
我是在求你帮助我。好吧，说来听听。放心吧，我尽力而为。那就多谢了。如果目标出现危险，你会？我会尽力斡旋，把情况化解。那万一不能和平解决呢？无论和平与否，我都会解决的。这么说，你该放心了吧？韩斌，你是罪犯吗？关队，你还是警察吗？东东，找我有事儿？您出差这么辛苦，回来还要值班，就不能和周队换一下吗？哎呀，也不能这么说嘛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这周队啊，也是不分白天黑夜的，轮轴转嘛。来，给你买的。给我买的。谢谢啊。您知道吗？周队也许要恢复关老师的顾问身份了。啊，你还希望给关老师做助理啊？这个我可说的不算，我得听领导的安排。哎，你这口气，怎么这么像我说话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呀用这种方式来教训我，对吧？哎呀，是啊，这种口气说话呀，确实招人烦了。这过去的事儿吧，我既谈不上了解，更不能理解。也许婚姻关系中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，过去的就该过去了。后来，我只是嫌弃你作为一个支队领导的做派。但就像关老师说的，人无完人，是吗？我来支队，其实就是想得到您的认可，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。我不喜欢您的工作方式，但也不应该这样对你。讨厌我这种做派的人啊，也不止你一个，我以后一定要注意。毕竟10多年了嘛。哎，东东，以后碰到我还是这种口气的话，提醒我一下，啊，要想让我一下改啊，也不现实。但是啊，跟自己的孩子说话还打着官腔，真是啊，蠢到家了。哎，东东，今后在支队，不管你在哪个部门，是做着安排也好，
还是你自由选择也罢，我呢，都义无反顾的尊重你的选择。你长大了，爸爸相信你有能耐规划好自己的一切。爸，谢谢您，要注意身体。奶茶要记得趁热喝哦。小周，哎，周队。关老师回来了吗？啊，我正找他呢。不知道。哎，不过他好像刚才和我说一会儿会来队里找您。刘队看见了吗？哦，他应该回办公室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把213那个物证调出来，一会儿我要看。嗯。哎，周，王哥，周队让我调一下7173号物证。吴征家灭门案。啊，周队老调这个，怎么又要翻过来查了吗？上意难测呗。来，让他记吧。谢谢王哥。叶哥，怎么样了？妈的，还不来人？还不来？大哥，他说那个，别他妈管大哥了，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就差这一下了。哎，终于来了。哎，老关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周巡，我哪敢呢？再说了，我行李还在小周车上呢。哎，等一下，咱就别回去了。我刚跟老刘置了一肚子气，咱哥俩溜达溜达去。啊，走。叶哥，你疯了？那可是周巡呐，这可是公安局门口，你要在这儿开枪，大哥要是知道，是再也不会把我们兜着的。也就是说，这回你去长春，算是彻底坐实了叶方舟的嫌疑。那你觉着，如果把姓叶的小子能够抓住，当然，最好连同他身后的什么人一起拎出来，对你弟的案子会不会有帮助啊？当然有。在王志国袭击支队并销毁案卷的后续调查中，你干掉了那个以化名冒充目击证人的安婷。安婷与金山倒卖的军火有关，而那批军火的来源又有叶方舟的事儿。虽然这些看上去并不是很明显的证据链，但其中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。等等，就算叶方舟倒卖军火、倒卖赃物，甚至手上可能还有人命，他和安婷相识也没错。但安婷为吴征的灭门惨案做了伪证，以及和王志革袭击支队的事儿有关联，这并不能代表关宏宇就一定是清白的，更不能代表叶方舟就是陷害他的主谋。是啊，
希望抓到他们以后，一切就都能真相大白了。反正我是相信我弟弟是被冤枉的。你当然要这么相信才对，但很可惜，我不相信你是被冤枉的。我知道，高亚楠相信你，而且在案发之前，你们就已经和好了。当然，还有你哥。他冒了这么大险，和你共享同一身份。对，你们俩才敢耍了我这么久。怎么着？这么久还不扑过来？是因为在支队门口不敢动手，还是上次被我打怕了？周迅，你是不是想抓我弟想疯了？关宏宇，别再隐瞒了。上次在水房里拿枪指着我，还记得跟我说了什么吗？谁想到你也在这儿？你他妈也没想到要让我拿枪指着这一天吧？我再给你提个醒儿，上次在公交车上发生的事情，你也应该知道吧？千万别乱动啊！我这枪一走火，不定打到谁身上。百密一疏啊！你们哥俩在我眼皮子底下演了这么久的双簧，却因为这一点点小的失误。在水房那次，你并不是第一次拿枪指着我。当然，你以为是，这也没错，因为上一次是你哥。想什么呢？有个事我一直没想明白，既然决定不让你参与这次抓捕了，周迅为什么还要把我哥透露出的配件厂的地址告诉你呢？原来你要找我哥，聊的就是这事儿。你一直对能抓到我，真是有执念。事已至此，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了。我就想告诉你，如果在你心里我是杀人犯的话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如果吴征那一家5口是我杀的，那天在水房，我手里也不差多你这一条命。宏宇，嗯，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不跟那些人鬼混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行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呢，只跟着你鬼混，行了吧？不许骗我啊！我骗你。
我在街面上耍这几年呢，虽然都是小打小闹，但也承蒙各位的照顾。这眼瞅又是1年了，我琢磨，我这岁数越来越大，也该收收心了。我打算以后本本分分过日子。从今儿起，12点以后，咱北城街面上就没我关宏宇这一号。一个是向各位表示感谢，再一个跟你们道个别。 先干为敬，啊！出来。关子，要不是认识你这么多年，哥哥我还以为你跟我闹着玩呢。咱们不是居委会大妈，思想工作。 咱们就抛一边儿，兄弟，给个痛快话，有商量吗？我也不瞒你，这钱不是你的就是我的。你要是把它收了，舒舒服服的入行；我要是把它收了，就得按规矩纳投名状了。 你好好想想，不要让哥哥太难做。是难做人呢，还是难做狗啊？干他！大人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喂，他妈的，这小子他妈翻脸跑了！喂，宏宇，这都快12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在哪儿呢？丫的，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。啊？出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跟一帮人，我有可能杀了人。什么？杀人？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得赶紧打电话问我哥。哎，哥，你听我说，赶紧跑吧！啊？什么？出人命了！现场有证据显示，很可能是你干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天亮之前协查通告就该公布。你要么投案自首，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，要么就赶紧跑。 你说什么？真是天不绝我呀！既然这样，咱们再推一把，让他们整个长风支队都瘫痪。这样，你听我说。你被通缉是因为杀害了吴征一家5口。你知道吴征是谁吗？说心里话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杀害一家5口的通缉犯呢。你们哥俩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不止一处。吴征是我们的人，他是市局的卧底。他们一家遇害的那天早上，我们还通过电话，他跟我说有一个不得了的发现：长风支队被犯罪集团渗透了，而且延伸到了级别很高的程度了。吴征既然是市局的人，为什么会跟你通电话？你越来越像你哥了。问得好。因为我是他的牧羊犬。就像赵新成之于林佳音，出于行动保密的需要，市局经常会从各分院局抽调人手，参加行动外围的保密工作，或者是联络工作。因为这行经常会开玩笑说，卧底是披着狼皮的羊。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牧羊犬。我的羊死了，而且死了一窝。
从现场证据上看，杀他的人就是你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。重新考虑，你想怎么样？